分头追！是。等会。我拿到了。海公会照顾好你的家人，放心吧。在那儿！说，杀你的是什么人？我娘过上好日子了。试一试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应该来不及拿走名册。难道我们被耍了？竟敢耍我！叶平安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试一试。难道没抓到人？抓个屁！那个叫陈辉的都被灭了口，你说的度量名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吧？想利用我帮你抓到背后的人，你嫌疑未脱就敢欺骗本官，这牢里的刑，我先让你尝个够！武舍人到！圣上口谕，大胆力拒，叶平安乃朕亲封特使，你岂敢胡乱抓人？命你即刻将叶平安无罪释放。臣未能体察圣意，臣有罪。臣立功行善要是再这么不知分寸，你的那些刑罚，恐怕只能用在你自己身上了。还不快滚！走。你这么急着见朕，可是军饷案有了什么进展？陛下与臣协查办案之权，是开了天恩。只是臣办完此案，恐怕就没有机会将此令牌亲手还给陛下了。这是何意？臣曾说过，愿做陛下祛疮补肉的重药。可陛下除了臣这副药，还有库里那柄重剑。臣无高位，无党派，无大族，得罪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只要他们罗织些臣的罪名，那柄重剑一挥，臣这药罐子只怕就得粉身碎骨了。你是来求朕这道保命符来了？把你的手牌揣回去。你这颗小脑袋，除了朕，没人摘得了。谢陛下隆恩。丢失的军饷，臣和苑4城已尽数寻回。只是此事还望陛下先秘而不宣，再借臣2日，方能找出这背后的复古之居。云。袁绍成忠君体国，恪尽职守，于军饷案中立首功。现由大理寺丞擢升大理寺少卿，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朕登基以来，先有越王之乱，后有文臣之治，有些人便趁机浑水摸鱼，寅吃卯粮。像那傅生军，横霸良田千顷，逼出不少流民来。早就该好好的治一治了。可朕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呀。臣虽出身微末，却有志铲除贪官污吏，
为陛下肝脑涂地。天下言价日长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显而提起，户部郎中度量暗地里勾结了一个叫齐君山的商人，以赌方名义行贪墨之事。你从他身上查。是。他不过是一根藤草而已，要紧的是他倚仗的大树。朕之所以不动某些人，是因为还需要照顾士族和前朝老臣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，臣定不会让他们察觉，扰了陛下统御天下之奇举。曾公今夜暂且在我府上歇息，请。承吾郎，要你坚持，若想报名，我只能送医院生动。臣借假杀曾轩，获取度量信任后查明，度量多年来勾结齐君山，敛财共计约30万两，金鱼现银9万4千两，加上抄没的度量家财以及齐君山赌方之账，已尽数收归国库。查办度量之事，你做得不错。皆是陛下雄韬伟略，运筹帷幄，臣不过是听令行事，不敢居功。言价上长查得如何？臣尚未查到度量牵涉其中，不过，臣怀疑有人通过度量在户部盐税上做手脚，还望陛下允准臣彻查户部之账。准，但阵仗不要大，1、2个得力的人随行即可。是，陛下，臣心中已有怀疑之人，只是尚无实证，不敢妄议。朕知道，没有证据，就找出来再回话。是。恭喜你啊，官升2品，腰带不错。你就不怨我没有对你施以援手吗？为什么要怨你？你我又无朋友之意，各为其利罢了。何况你在升迁的重要当口，更不能与我这获罪之人有所牵扯了。我倒宁可你能骂上我2句，也好过在这里恭贺我。袁绍朝，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满足于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志在拜相，对吗？我去过邙沟，也听说过龙门场内的惨况。邙沟人过得很苦，他们出身便是贱籍，无法拥有田地，更别提科举入仕了。他们只因出身不正，就世代无法正常生活。明明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就活得像个罪人。要改变这一切，唯一的希望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。我不怨你，是因为这条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我是你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。好啊，没想到知我心者，竟是一个与我相识不过数月之人。来，我敬你。别搞得那么煽情行不行？而且我既然走了这条路，若不思虑周全，连自救的本事都没有，空等他人施以援手，那不如趁早回家种地算了。我问你，
御史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度良在死之前说你也是罪人？告诉你真相又能如何？如果我成了你仕途上的拦路石，难道你会帮我？我啊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既然你帮不了我，告诉你真相也没有意义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木簪掉了，给你个新的。你还是把木簪还我吧。找不着了？那我也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木簪好啊，它即使摔落泥尘也不会破损，不像玉，脆弱易碎。我就喜欢戴木簪。还要不要？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想知道啊？给你个机会，帮我换个药。怎么，怂了？你都不嫌害臊，我怕什么？真当我不记仇啊？一报还一报。毒蛇，刚才还知心人呢，这会儿就毒蛇了。毒蛇又怎样？你这豺狼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自己换吧。这里面怎么了？账房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去年扬州大水，后有甘南旱灾，朝廷欲拨赈灾银却不足，说国库因前朝连年战事落下了亏空，为了不增田税，今年这军饷，朕才着人从盐税调去。这下倒好，要查账了，堂堂户部账房竟然着火了！陛下，度良妄占其位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贪没军饷。他这刚刚咽气，账房就起了大火，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请陛下彻查。这年年最易起火的，一个是库房，一个是账房。此事需严查户部一干人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这背后肆意妄为？是不是哪天连朕的寝宫也都要烧了？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，得换个人做了。万成，陛下，一会儿让显儿拟旨，将那张显朗革职查办。是。如此，尚书之位便空缺。陛下此次召臣等前来，可是想议新尚书人选？海清，陛下，你是吏部尚书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江州刺史薛仲山为官清廉，治下江州更是3年纳税居首。臣举荐他任户部尚书一职。李老，你呢？海公所说的薛仲山是有些本事，但要说清廉，怕不见得。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已养了5房外室了，纳税虽然居首，但今年江州的流民反倒比去年更多了。李老，要说流民，何处没有啊？薛仲山的才干那是当之无愧。只论才干，不论德行，这怕不是海公的处世之道吧？户部尚书一职，
事关天下钱粮，需德才兼备，朕绝不容忍再有度量这样的烂吏赃官兴风作浪。海清问何处没有流民，朕告诉你，幽州就没有。幽州刺史被那里的百姓称作是祭青天，此人乃骨梗之臣。朕召他进京，就由他领户部尚书一职吧。人无完人，薛仲山既然做出了功绩，也不能不赏。就提他做户部侍郎吧。陛下英明。想出是谁指使陈辉暗杀度量，害你入狱了吗？会不会是李氏？毕竟李氏最怕度量供出跟他们有牵扯的人。或许是协助我们布局的海一平。他？为什么是他？陈辉若是李氏的案子，的确会急于除掉度量，可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，李氏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而海一平，我见过他妹妹画的一幅画，画中女子手臂上有什么？和采莲一样的七叶昙花烙印。可海烟这些年都闭门不出，他不大可能见过当年的受害者。那他画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所以目前只是怀疑，毕竟御史案牵扯甚广，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不能冤枉了好人。不论如何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给女子留下烙印的人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这件事要告诉采莲吗？采莲性子直啊，在没有确认这个凶犯到底是谁之前，先瞒着他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我之前就问过你手抖的毛病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是没睡好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我看呀，根本就没有好。我可听你说过，若是人有心急，时间久了身体也会出现病症。你不会也有心急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心仪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呀？你呀，总是喜欢剑走偏锋，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。你会这么想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活着，我喜欢冒险。若是敌人一想到我就感到害怕，那才有意思呢，不是吗？这个想法我只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觉得我有毛病吧？你呀，现在度量已经死了，这些年朝局动荡，度量当年接触过哪些官员，我们现在根本查不到。从人身上查不出，那就从物件上查。什么物件？大案结案后，卷宗都会封存在案牍库，或许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些被人忽略的细节。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不是有了吗？袁绍成升任大理寺少卿，有权调阅卷宗。你从何时开始就在打卷宗的主意了？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吗？哦，可袁绍成这种以利为先的人，无利可图又危险的事，他会答应吗？你们都知道我出身邙沟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鼠，但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因为老鼠的生命顽强，杀不完，灭不尽。正因这样，我今日才得以站在这里。记得刚来大理寺的时候，你们中有许多人瞧不上我，
甚至还跟我动过手，是吧，二虎？但如今，我们已经是站在一起的兄弟。我不管你们是否相信“公正”二字，但是我要你们记住，那些视人命为草芥的人，无论是袁绍成，还是这大理寺，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世上多留一天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出发。爷，你养的这个壮汉真是好凶啊！哎，这建明那条命还值不上一头牛呢，只不过在我手里啊，总算有点用处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！快快走！这龙门场应该没有大理寺要查的案子吧？你跑这耍什么威风来了？听清楚了，大理寺即日起要查封龙门场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我说姓袁的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仗着自己刚升官就敢跑到龙门场，来给这些老鼠出头吗？大理寺已查明，齐君山暗中勾结度量，他贪赃枉法，其名下赌坊，包括这龙门场，皆由大理寺查封。我看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龙门场能跟齐君山那些其他的赌坊相比吗？在谁名下根本不重要，此地乃是文帝时御批所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查封？我依的是国法，是大封律令。你这人放肆！你知道李郎的父亲是谁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今日就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他也得按照大封律法办事。这律法中可曾写道，贱民必须以互相厮杀的方式才能获取脱籍的机会？又可曾写道，这龙门场不能被查封？把所有人请出龙门场。是。且慢。袁绍卿说的对，律法上确无条文，但这龙门场乃是文帝所建，想要查封，按章程也得先请示当今圣上，否则贴上了封条，你可就要连累大理寺，担上大不敬之罪。更何况，哪怕请示了圣上，圣上允了，此地要封要拆，随他去便是，自有人另寻他处，建新的龙门场。崔侍郎所言甚是，我跟一个莽夫置什么气呢？正好我觉得此地偏远，明儿个我就重新选址，建一个更威风、更气派的场子。我们走。走走。陛下，袁绍卿求见。袁绍卿，你刚官升良品，朕就收到好几本参你的折子，说你目无礼法，屡次派人侵扰文帝御批所建的龙门场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臣今日前来，正为此事。臣斗胆包下了明日的龙门场，请陛下前往一睹龙门赛。袁绍卿慎言，那龙门场地处偏远，周边不少阿杂贱民，浊气连天。陛下龙体尊贵，岂能去那种地方？范内侍此言差矣。正因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有仙气护体，所有的浊气遇到陛下，都会退避三舍。你为何坚持让朕去看龙门赛？因为每举办一次龙门赛，都会有人或残或死。哼，袁绍卿，这话严重了。我虽从未去过龙门场，也知晓那龙门赛不过是让贱民点到为止的较量，也就摔摔跤、比比气力、磕破点皮。范内侍既从未去过，
又何出此言呢？陛下，龙门场乃文帝所建，现如今却沦为草菅人命之所，这着实有辱文帝圣明。是真是假？陛下明日前去一看便知。臣若是有半句虚言，陛下可治臣欺君之罪。阿爷，那袁绍成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，整日就是揪着龙门场不放，耍官威，耍给谁看呢？你叔祖传来消息，圣上明日要亲临龙门场。什么？好他个袁绍成啊！这是暗地里要跟所有世家对着干。昭儿，做人要慎言，这跟世家有何关系？我让你给穷人发放粮食，积德为善，你倒好，丢下周鹏，老往龙门场跑。顶着大太阳在周棚坐一天，儿子坐不住。你的心性一点都不像我，浮躁。今日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给我闹出人命来。过2日随我参加酬民宴。报，郎主，有人捎了封信给你。下去。阿爷，您就别惦记什么周鹏、什么酬民宴的，穷人的命又不值钱。那官员转授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能让儿子沾手一二啊？我让你打理部行的事，你打理明白了吗？你要记住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才能走得更长远。我知道了，阿爷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会青出于蓝的。不好了，郎主，郎主，小主子从台阶上跃下去，不小心磕伤了爪子。这混犊子！你弄伤他爪子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来人！昭儿，先抱他去看伤。郎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昭儿说的是气话，但是我对你们下人都是悉心栽培，罚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，不再犯错，对不对？郎主说的是小人的福。哎，既然是福，就快快享用吧。继续拉。我有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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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福。袁绍卿可真厉害，居然能让圣上来看龙门赛，这可是亘古未有啊！圣上要是看高兴了，没准不仅能让上场的人脱离剑疾，还会给大家赏赐呢。哦，大家伙还是得当心，明日的龙门赛，绝不能有任何的差池。明白，明白。怎么了？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些年，见过了太多的阴险手段，那些士卒不想让龙门场被查封，如今这事情却办得如此顺利，我这心里反而不安。为了龙门场，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别绷得那么紧。过了明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子时3更，平安无事。怎么回事？子时3更，平安无事。
我的妈呀！鬼呀！鬼呀！有鬼！救命啊！鬼呀！什么人？鬼！我是更夫。站住！别动！有鬼！有鬼！真的有鬼啊！跟我来！哪里有什么鬼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庄上，有鬼啊！时移必有妖，吾等乃天子护卫，不能退，给我撤！怕什么？装神弄鬼！来呀！哟，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听了件趣事，外面都说延庆坊闹鬼了，6条巷的宅子里一夜之间就挂满了骷髅头。你说这是谁在搞鬼呢？好事，大好事啊！我猜你就会对这事儿感兴趣。你可真是越来越贴心了。这个热闹，我得去凑凑。哎，你们看，这白骨流血了，延庆坊肯定是受到邪物诅咒了。这诅咒？哎，这骷髅头是从地底钻出来的吧？晚上出门是要被厉鬼缠身的，真吓人呐！有点钱，赶紧搬走，这地方真是太邪门了。萨里斯办案，闲杂人等退避，如有违者，视为嫌犯帮凶，统统带走。给我查！我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在这延庆坊装神弄鬼，祸乱人心，我绝不轻饶。是。查到了又有什么用啊？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我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跟袁绍卿做笔生意。哼，向来都是我去找别人聊生意，还从未有人敢主动找上我来聊生意的。近日原本袁绍卿要请圣上来看龙门赛，昨夜延庆坊就闹了鬼，这鬼一闹，圣上自然就不会来了。谁不想圣上来啊？断头鬼现世，延庆坊苦煞不详，这话今日一早便传入了宫中，那帮老顽固们倒是齐心的很啊，一起向圣上禀奏，说是为了圣上安全，圣上绝不能轻易涉足延庆坊。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查，因为维护龙门场的不是一人，而是整个氏族。他们可真阴毒。阴毒吗？还好吧。那是啊，比起阴毒，谁也毒不过叶信使。说吧，找我是想跟我聊什么生意啊？我有办法，请圣上再来看龙门赛，但有条件，你必须带我进暗毒库，看御史案卷宗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愿意也正常，毕竟要是让人知道你调阅御史案卷宗，恐怕……这么件小事，你却拿来做交易，行啊。不过按规矩，暗毒库我入得，可你叶信使入不得。你这是答应了？这么爽快可不像你啊！豺狼做久了，偶尔也有点正义感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我先撤了。
这儿你自己好好想办法。正义感没了。我就说了吧，果然啊，还是得做交易。你胆子也够大的，你坐在这太师椅上，你怎么就知道曾经在这坐的不是上面挂着的这些人？因为我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场面。既然他们把台子搭好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唱出戏。周郎家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又有点怪怪的。怕什么？走。什么东西？快看，又有异象！装神弄鬼，一天到晚有完没完了？我们怎么办？吾等乃天子护卫，给我追！是。周郎家，怎么又是这儿啊？咱们非进不可吗？要不然就当没看见算了。废什么话！所有人听令，包围此宅。你们俩在外面守着，其余人跟我进去。装神弄鬼，出来啊！慢着！陛下保住了臣的脑袋，臣特来谢恩。君祥安，你办得不错，身体可好些了？本还有些不爽利，但昨晚做了个梦，醒来后竟然不怎么疼了。什么梦啊？说说看。臣梦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鹦鹉，飞到了臣所在的延庆坊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脑袋光光的小金人儿。朕倒是养过一只能背佛经的白鹦鹉，你这梦做得巧啊！周郎将拜见圣上，呈报祥瑞。昨日呈报不祥，今日又呈报祥瑞，怎么回事？臣该死，臣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竟无畏追着一个小金人到了延庆坊那处闹鬼的宅子，竟挖出了此祥瑞。既呈报祥瑞，朕重重有赏，退下吧。谢主隆恩。你呀你，这龙门场，看来朕非去不可了。去，即刻寻一套常服来，记住，若泄露出去，朕拿你试问。是。